军迷们，第一场季前赛都看了吗？结果是好的，但有7个没想到的地方。第一个没想到，雅凯竟然还伤着。本以为雅凯会成为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啊，没想到直接消失了。伊劳拉说是有点小伤，最早也要第3场季前赛才能打。本来中后卫人手就不够，这新提的车大伤刚好，小伤又来，太让人难受了啊！更没想到的是，被委以重任的戈麦斯这场带上了队长袖标，结果踢了7分钟就挂了，这是第2个没想到啊！其实前瞻视频里我还说他踢2场就要休几个月，可这才刚踢几分钟啊，太脆了。群里和评论区都说是个好事儿，可以让芬威赶紧买人，可万一不买呢？别忘了芬威是擅长干不买中后卫这事儿的啊。好在临危受命的2个年轻中卫恩迪亚耶和恩杜克维这场表现还算是让人放心了一点啊。这是第3个没想到，恩迪亚耶和恩杜克维他俩的触球数分列全场前2，恩迪亚耶5次成功对抗全队最高，地面对抗4赢3，2次空中对抗都赢了，4次解围全场最高，8次传球到对方防守3区，和恩杜克维并列全场最高。恩杜克维97%的传球成功率全场并列第一，10次长传成功率是100%，也是全场最高，2次头球解围全场最高，但他有4次空中对抗只赢下1次，有点让我没想到。当然只是一场热身赛啊，没必要太抠数据。而且整场看下来，除了上半场恩迪亚耶几次出球选择有点危险之外，剩下的时间这俩年轻中卫的组合还是让我挺满意的。接下来2场还有机会继续考察。第4个没想到的是，我们新赛季的第1个进球竟然是纯青训制造。琼斯后场摘出皮球，麦康奈尔推进，恩古莫哈非常罕见的带球到中路交给埃利奥特，埃利奥特带球分右路，10分钟几乎没看到人影的右边锋莫里森左脚冷静推射破门，整个破门过程算不上行云流水，但也足够流畅。当然第1个丢球也是麦康奈尔的失误造成的。我看评论区对尼奥尼这场的表现大加赞赏，的确啊，这孩子看起来球商和身体条件都比麦康奈尔好太多了啊。尽管看着很瘦，但他交出了全场最高的5次防守贡献，3次铲断全场最高，5次恢复球权出门将外全场最高，4次地面对抗赢下了3次，7次传球到对方防守3区全场第3高，还创造了全场最高的3次机会。可以说尼奥尼和索博下半场的出场彻底改变了场上的局势。这是第5个我没想到的地方，就是尼奥尼表现出色。当然新赛季我们中场恰恰是竞争最激烈的位置，麦卡琼斯搞不好都没主力位置。再就是两边上下半场的人员安排思路也不一样，桑德兰是上半场大部分主力，下半场都是替补，我们正好是反过来，但上半场被压得有点太狠了，球都出不去。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完全看不到一点伊劳拉风格的影子，尽管才是第1场热身赛，人也都是七拼八凑过来的，但完全看不到所谓的攻防转换和快速出球，这是第6个让我没想到的地方。下半场就好多了啊，毕竟索博、科尔克斯、尼奥尼、基耶萨这些主力都上来了，对面的替补水平显然不太行，后场经常自己就传丢了，这也才让库马斯、斯坎伦这些不少球迷都不认识的青训小放了一把光芒。但显然不在状态的还是更多数啊，恩古莫哈、马马达、弗林彭、赖特，包括科尔克斯，我都觉得踢得很一般。看后面几场比赛吧，没准越踢越有状态呢。不知道这场比赛大家看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但赶紧买中后卫的需求显然已经超过右边锋了。错过了塞内西，纳克鲁瓦也去了切尔西，看着其他俱乐部哐哐买人，我知道军迷们心里都不是滋味。我想到了一个你们都没想到的缓解心理压力的好方法，也就是我说的第7个没想到，就是把上赛季的引援都想成是这赛季买的得了。上赛季就当作是噩梦一场吧，氛围内部可能也觉得上赛季花了太多钱，也都没踢出来，干脆这赛季就先不买了。1个亿的罗杰斯，1个亿的安德森，1个亿的托纳利，5000万的范海克和拉科鲁瓦，咱也别羡慕其他俱乐部啊，索性就把1个亿的伊萨克，1个亿的维尔茨，5000万的科尔克斯，3000万的弗林彭，7000万的雅凯，几百万的恩杜克维和恩迪亚耶都当成是这赛季的新援得了啊。这样想是不是就好多了？都是1个亿，伊萨克和维尔茨是不是要比罗杰斯和托纳利更好？缺中后卫，那新赛季一下买了雅凯、恩迪亚耶、恩杜克维3个新人，是不是也勉强够用了？罗布逊走了，科尔克斯正好接上，副队长的袖标传给索博也是名正言顺。当然，如果9月1号之前还能买个边锋和右后卫，那就再好不过了啊！3000万新援穆尼奥斯可还没用呢，这几个人都算成是新赛季的引援，那花费也将近4个亿了啊！芬威也知道财力比不上隔壁，这不也正想着卖股权凑钱的吗？不知道这么想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其实也是看完这场比赛才想到的这出，还是那句话，新赛季放低预期吧，能把上赛季没用好的几个新援练出来，再提拔几个小孩青训，争一下前5也挺好。第2场季前赛是周4的凌晨啊，按理说世界杯上那几个应该还是赶不上，对手雷克瑟姆也不算太厉害，就还是这波青训踢踢吧。维尔斯已经到美国了，
但可能上场要到第3场踢利兹联。伊萨克估计也是一样，等到回安菲尔德踢摩纳哥和科莫，范戴克、阿里松和拉芬贝克都到齐了，那才算是我们新赛季真正的实力。